来中了醉仙楼的春风罪。兄弟们，冲了走！ 夫人，救我！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到底是谁？抱歉，我中了春风罪。春风罪？你为何会被下春风罪？你又为何在这儿？比赛之后，又来了刺客，玄清不敌。玄清，他怎么样了？我将刺客引了出来，他并无大碍。春风醉是醉仙楼最霸道的媚药，专门用来调教顽抗的男子。你难道不知道，这药遇到冷水时，会增加药力？那当如何？求我。 因为第一眼就确定是你，想用力抱紧风吹起的爱意，哪怕只是虚的欢喜，可以做往后思念的回忆。如果走到半途不再是你，也愿多淋一场彻骨的大雨，只怪偷来的片刻相遇，无法等这段缘开尽美丽。谁不是过客，又是谁的唯一？谁让谁伤了心，却难相离？困在痛的浅滩，任由泪水凌乱，才知牵引的线握在你手里。主人，到底发生了何事？今日有刺客来袭，三少主，他这是……中了迷药而已。刺客的来历可调查清楚。刺客有意隐藏招式，但自过招路数，极有可能来自玄机阁。
看来今日还是审不出什么。罢了，我们还是去问问他的老母亲，说不准他会愿意告诉我些什么。他在哪儿？你们把他怎么了？他如今很好，但日后好不好，那就不知道了。是大少主。主人，醉仙楼的老板娘死了。主人，若这一切都是大少主所为，你当真要？是他所为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既然他买凶刺杀已证据确凿，只有玄机阁的人才会叫大哥大少主。你醒了？夫人呢？瑞王在醉仙楼设宴，邀请了顾家几人。主人说了，你不必前往，好好休息。他去就回。昨日是你引开了刺客？自然。怎么？你是在怀疑我？夫人宴席难免饮酒，一会儿我为她煮一碗解酒的汤。想不到你还会这些。我如何不会？难道书生就该十指不沾阳春水吗？只是觉得你不像是会做这些的人。汤也备好，待夫人回来时，记得给她喝。我要出府一趟，你可要随我一起。去哪儿？今日阿洛也会来吗？若不是今日他也会来，你是不是也不打算回来见我这个大哥？如今扶风阁中那位，当真是我三哥？是与不是，既然牵扯了命案，官府自然会有判断。这里毕竟是你二姐的地方，小心隔墙有耳。江湖中销声匿迹的天机门，曾有5位弟子：大师兄长崎，二师姐云穗，三师兄顾江，四师弟秦宇恒。
还有小师妹涟漪。后来秦宇恒官至左相，涟漪以将门之女身份加入宫中。云穗秘密创立了玄机阁，顾江成了商人。再后来，秦宇恒被灭门，大师兄长崎不知所踪，云穗嫁给了顾江，生下了顾家如今的老三，顾朝夕。可我听说，云穗在嫁给顾江之前，就已怀有身孕。有些事情你知道的越少越好，你只需要知道，只要有大哥在，你可以永远无拘无束地做顾问霜。走吧，别让瑞王久等了。实属幸事，大家莫要拘谨。我同朝生多年以书画交友，结识的红颜更是承蒙玄机的照拂。问霜呢，也算是我看着长大的。这位顾家老三，虽然今日不在，但我与朝生亲厚，便也全将你当作是弟媳了。雨落不敢。只是有些遗憾，我偶得一盘残局，听闻三少主奇技了得，便想与之切磋。如今看来，恐怕是心愿难了了。有何难了？王爷既有如此兴致，我便差人去寻。王爷，我也曾就棋局同夫君多次探讨。若王爷想寻对弈之人，不知于洛可否一试？美人相邀，我自然是无法拒绝的。来人！王爷。啊，抱歉。王爷有心事。唉，如今匪患初平城外暴雨致山体滑坡，将云崖寺冲垮。父皇因皇帝的事一病不起，我本不欲管这些，但此刻我才明白自己的无力。若能选择，我宁愿每日观棋斗画，在太平盛世之下做一名闲散王爷。啊，今日难得大家相聚，不说这些了，继续。王爷，啊，府中有要事，今日不能陪大家尽兴了。四弟，可要对弈？可惜这棋局未完。不过弟媳，对弈瑞王，你怎会如此不藏锋芒？也不怕他输了棋局，迁怒于你？
瑞王奇技精湛，看似随意无章，实则步步为营。难道这盘棋你会输？时局尚早，还未可知。果然是观棋如观心，弟媳可有观棋难辨其心之人。阿洛，那天我是……对不起，咱们还能回到从前吗？你我相识已有5年，在玄机阁，你从未有少主架子，善良、热忱，也是我所见之人中最为干净通透的。你对我来说，不仅是同门少主，我也是真心将你视为我亲弟。如今我嫁给朝夕，随他称你生4弟，自然是不会将你那热无心的话放在心上的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，你也早些回府。这不是顾家的3公子吗？正好在这儿遇见你，免了我去顾府的麻烦。这个就交还给令夫人了。还有这个。他说今日天气寒凉，怕主人在宴席饮酒，身体不适，做了汤温着就出门了。他去哪儿了？你怎么没跟着？去了胭脂铺，有暗卫跟着。他做了什么汤？说是驱寒醒酒的汤，可要我现在端来？不必了，等他回来吧。嗯。主人，他说这汤要热着喝。下去吧。可相思悲，为一个谁？自知往事纷飞，情难追。流到的轮回，参不透是非。与你错对，我有愧。烛红沉睡，我敬一杯。别当此场相陪，
别管我！我又怎会丢下你不管呢？一个男人哪怕性格再温和，若是连自己的夫人都护不住，不必担心，我去就好。回来了。嗯。谢谢。早点休息。咱都守了多少天了？哎，是。松了！听说了吗？昨天夜里，衙门那9个人认领的尸体被盗走了。啊？什么人会大半夜的盗尸体啊？哎呀，说的就是啊。夫君留步。夫人何事？那具尸体本就疑点颇多，如今遭窃，夫君何人所为？在下不知。城外云崖寺坍塌，已殃及周边百姓。我看过朝夕店铺之前的账目，从前他便免费看诊和募捐。我想以他的名义捐赠一批物资。你既已决定好去做便是。夫君，城中最近有些流言，说衙门那具尸骨便是朝夕，所以我希望你能随我一同出面。但你无需担忧，他从前的募捐从未留名。你只需要在殿内清点，随后在马车内静候便好。夫君今日身体可还有不适？未曾。
物品清点已完毕，你只需要随我去趟店铺即可。我身体还是有些不适，你叫玄清陪你去吧。玄清已出门，替我办些事情。夫君，方才不是还说身体无恙？朝夕虽因身体常年在这院中，却曾不留名接济过很多百姓，药房更是每月都会免费请郎中看诊赠药。如今若他还在，听闻此事，想必也不会置之不理。三少主果真是风光霁月之人，也难怪你愿意趟顾家这趟浑水。夫君这样说，像是吃味了。自然不是。主法之事虽是因春风醉引起的，不过我会尽全力补偿你的。如何补偿？待三少主归来时，我定会向他请罪。请罪？如何请罪啊？说你我二人不洁？非也，此事一切罪责在我。你中了春风罪，可我没有。若论罪责，恐怕我才是该万死之人。我们不必争论是谁过错，便只当此事从未发生过。来，把这抬过去。有众多商户在瑞王号召下为寺庙募捐，但这场大雨让这些猎户同被灾祸殃及，鲜有人知。我怕这些人无人照拂，便请郎中先行来义诊。只是未料到大哥也已先行，差人将物资送。
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快快快！怎么样了？让我喘口气。我跟你们说啊，那帮官差说我们的房屋坍塌是自己的问题，他们不管。我去之前我就知道会这样，还好有顾家的大少爷和三少爷给我们送来了这么多粮食。是啊是啊，多亏了顾家，顾家真是大善人呐！真是。还有一件事，银崖寺的墙不也被冲塌了吗？啊！银崖寺的人今天修缮，在被冲垮的墙角发现了一具尸体。尸体？那怎么会出现尸体呢？哎呀，这谁知道啊？夫人不是已经帮了他们，为何还这般愁眉苦脸？我素来不喜管这些闲事，不过若朝夕见此情景，他那般心善之人，恐怕会更添烦忧。若是三少主平安归来，那时你二人便可同济天下。我们区区商户如何可济天下？不过，听闻瑞王最近有些忧虑，如今太子薨，若瑞王有心为民造福，恐怕倒也不失为一件幸事。你也这般觉得？娱乐不过女流之辈。商户如何，女子又如何？有为百姓之心，即为滴水之益，也可成为大旱时的第一滴雨，垂危之际的最后一滴水。主人，主人，云崖寺墙下发现一具尸体，尸体是位成年男子，如今已被官差带走。他随身带着医者的针与药，官差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个与他简单衣着不符的香囊，可属下瞧着那像是大少爷的。下去吧。是。夫君莫要太过费神，偶尔也要休息一下。这个月新进的一批药材已经到了，玄清今日去清点，我也让他将适合调养你身体的药材先带回来。
未曾。主人，但说无妨。我也按照主人吩咐，仔细检查过那具骨骼。自骨骼长度和骨龄推测，尸体极有可能是三少主。知道了。大哥应该也在猜疑，那尸体是被我盗走的，所以才派人来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。需不需要我去？不必了。若他们想看，就让他们看。只是，若那具尸骨当真是朝夕，想到他含冤而亡，我却无法祭奠。主人，不过，大哥应该很快会有动作。云崖寺坍塌的墙院下，发现一具尸体，尸体旁遗落的香囊，极可能是大哥的。那具尸体，去查一下。若我所料不差，应当是秦神医。醉仙楼的老板娘，秦神医，如此接二连三的死亡，偏偏都赶在我们之前。一切或许并非巧合。您是说，您的那位夫人身边有细作？天蓝，好了好了，我不说了，我就是在怀疑会是谁。不会是他身边那……风格，若无要事，不必联系我。是。怎么喝酒了？你这是要去哪儿？二姐邀我一叙。今夜天气寒凉，夫君早些休息。
师傅，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教你，主上也不必再以师傅相称。如今的我，也不过就是个守墓人罢了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罢了，你根骨绝佳，我已将毕生所学传授于你，天机门也算后继有人了。不过，你不要怨恨你的父皇，他在那个位置上有太多的身不由己。我又怎会怨他呢？你有多久没有真心的笑了？涟漪当年遇刺，与你哥哥一同离世。若是有他能陪你，你也不会像如今这般。虽然我也因涟漪的死，也对他，但你父皇力排众议将你立为太子，本是想保护你，未曾预料，反而让你陷入了险境。他也因此假意冷落你，想以此来保全你。这里为何有座新坟？天机门，无论嫁娶，同去同归。也不知我还能当几年这守墓之人。师傅，你该走了。人这一生，何谓真假？真相与假象往往相生相依。只有你敢于相信，才能看到。莫要到了最后，追悔莫及。为师面容，心已细，言何以显共此生？生离未遇，长相忆。夜梦频寻，影难成。命途多舛，各天涯。兄弟情深，似海家。幽冥何处寻无兄？星辰闪烁，泪点家。弟媳今日来与我同聚，不知所为何事。二姐前几日不是一直邀我一聚，只不过不知为何二姐会在这茶楼。是，这几日我想着为醉仙楼办一个重开大典，也在届时宣布易主的事情，这才想着知己知彼，提前到旁边这家店看一看。弟媳可要好好帮我看看。我本想着在当日献舞，不知弟媳能否指点一二？娱乐功底浅薄，怕难陪二姐舞姿。谁说的？弟媳宿州一舞可是惊艳四座呢，不知我今日可有幸得见？宿州这样小地方的小事，都逃不过二姐的耳目。二姐真是让人惊喜。只是刚巧路过，见那家酒楼内热闹，便去瞧了瞧。不过那天沈将军也在，还真是很巧呢。二姐此刻还在忧心于我，不如还是担心担心自己。我怎么了？弟媳是怕我舞姿笨拙，当众献丑？
二姐的舞姿自然是极美，只不过醉仙楼临时易主，本就古怪。前老板娘离奇遇害，她遇害又与我无干系，我这可是正当买卖。那是自然，只不过如今顾家这艘船本就在颠簸摇曳，此时二姐大办开业大典，若是为了吸引有心之人，你我今日一叙便已足够。弟媳的话我记下了，只是我很诧异，你竟会愿意这般提点相告。二姐不也是送了我一份大礼？我哪有什么大礼？若是我这儿有什么能入得了弟媳的眼的，自可随意拿去。赠人以笔，是护身厚礼，还是图穷匕见？还是要看使用之人。弟媳所言的使用之人，是你，还是我？二姐以为杀手与暗探的区别为何？杀手需要武器，暗探不需要。武器会让暗探暴露身份，对于暗探而言，世间万物，乃至对手的武器，皆能为我所用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你我之间，又到底是厚礼，还是图穷匕见？讲的要沉得住气。按照主人吩咐，这几日我暗中跟随大少主，家主将他拒之门外，他又暗中去了玄机阁。只不过顾玄无言。主人料定他今日会来，是因为香囊一事，官府已经要查到他头上。他若是想借用玄机阁之力，今日我与二姐一叙，他自有意提起，在宿州曾见过我为沈将军献舞。那日任务隐秘进行，只有你我二人知晓。主人，天子任务隐秘，我绝不会向任何人提起，更不会做出泄密之事。起来吧，我自然是信任你的。
前几日，扶风阁有刺客潜入，你被暗算后昏迷。在处理刺客时，你说听见了异响。是，属下当时神思混沌，但在与刺客对峙间，似乎听到了异响，就好像是有人在暗中相助。知道了。三少主夫人，衙门今日因尸体失窃一事差人来问，大少主让您过去，说有几个问题想问您。知道了。你留下便好，我去就回。嗯。你可知罪？那便要看大哥定我何罪。衙门里那具无人认领的尸骨，现在何处？既无人认领，我又如何知晓？那我换个问题：今日你的侍卫在何处？今日，药房新进了一批药材，我便差他去做了清点。若大哥有任何不适，我明日也可以让他去准备些药材补品，为大哥送来。清点。切，可能与三少主有关。你可识得这是何物？倘若这骸骨不是顾朝夕，为何要将其到处偷偷掩埋？如果顾朝夕已死，扶风阁里那位又是谁？你费尽心思进入顾家，就是为了玄机阁阁主之位？只可惜，玄机阁虽掌控情报命脉，但却始终依附于顾家。且不说顾朝夕的死是否与你有关，倘若有一日父亲知道此事，你认为他会留你？大哥希望我如何？看来弟媳倒是识趣。我本以为要与你多费一番周折。好啊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想要玄机阁可以，但必须归顺于我。若我登上顾家家主之位，否则这玄机阁的主人可以是你，也可以是其他人。哼，你这是何意？三少主不能进，三少主。余洛只是好奇，大哥如今为何那么匆忙，唱这一出鸿门宴？你这是要反悔？如今人赃并获，这骸骨，无论是交给衙门还是父亲，骸骨
听闻大哥被家主拒绝后，去找了顾玄武，这些人都是他借给你的。可大哥以为他拒绝帮你处理香囊一事，又怎会平白无故借人手给你，来挟制于我？人并非大哥所杀，大哥又为何如此畏惧衙门的调查？至于我是何居心，寺中发现了尸体，线索指向大哥，我为顾家，自然希望为大哥善后。只是我要调查清楚事情真相如何，也要清楚大哥是否是余洛应当搭救之人。我既能将香囊道出，也必会将此事查得水落石出。只是权柄在我，就看大哥如何抉择了。日后便希望与大哥协作愉快。顾家如今局势难断，大哥难道一点都未察觉？你买凶冷言，借玄机阁之手杀婉娘，当真觉得一点风声都没有？你借郎中之名，想试探顾朝夕是否识得那枚玉佩，可你又怎知，那是不是寻常？我对你承诺过什么？但是日后若你遇到他，还是绕路为好。夫人，侍卫并未回禀，大哥是否会有危险？危险？若能引出幕后之人，岂不是更好？这秦神医之事，你当真要管？我原本也未曾这般想，但夫君不是说过，与其等待分辨他人善恶，不如为其留下善路。夫君如此慈悲之人，我又怎敢妄开杀戒？夫人也该知道，并非是我慈悲，而是在这权柄之下，与其杀掉一个人，不如让他成为你手中的一把刀，显然后者收益更大。只是，我始终是别人的一把刀罢了。既如此，当初又何必趟这趟浑水？又何必将自己困在这里？现在这一切，当真是你想要的？夫君以为
我想要的是什么？自由。自由。夫君以为何为自由？飞鸟翱翔是自由，鱼游入海是自由。可既然世间有弓箭渔网，那我们眼前的自由，都不过是云烟过眼，俗世皆为樊笼。对我而言，真正的自由，是手里要有刀。为何不让玄清与你同来？他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。是吗？还是你从未相信过任何人？但今日你能来，我很开心。时候不早了，走吧。报！说，安排在大少主身边的人行动失败，一个都没回来。是。夫君，你上次比试的赌注还未说过，不过我倒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什么问题？夫君其实并非手无缚鸡之力吧？是夫人教的好。你昨日不是应用的很好？情急之下碰巧罢了。当真是碰巧。不然，夫人你觉得呢？三弟。三弟真是好福气，弟媳这般美人，即便我是女子，也想将你娶回家呢。二姐说笑了。只是，这醉仙楼，我已经打算再兑出去了。弟媳说的对，与其台前表演，我倒是更喜欢幕后关系。不过，我近日听闻了一桩趣事，半月前有位公子在醉仙楼买了几个护卫围堵自己。还有这样的事？我也觉得稀奇。不过，我听说此公子因此博得了一位美人的眷顾，倒也是得偿所愿。弟媳觉得呢？打死你！叫你不识趣啊！别怕，我带你回家。此等趣事，玄机阁都未曾听闻。二姐，真是见多识广。我自然是没有弟媳知道的多，不过如今是因为我是醉仙楼的老板，再加上用了些小手段罢了。尺寸合身，二姐有心了。哎，凤冠还没试呢，应该快到了。
立他为太子，是在保护他。可他儿时遭遇过多少次暗杀？朕后来又以为冷落疏远是在保护他，可结果呢？这么多年朕对他视而不见，换来的却是他身亡的消息。那个女人明明已经死了，为什么还会有人伤害她？啊，陛下，陛下保重身体啊，陛下。单凭那群盗匪，绝对没有这么大的胆子。玄机阁，对，让玄机阁去查，朕要知道这幕后之人到底是谁。是，陛下。小宝贝，这一次就看你的了。主人，宜安之土道，你差我趁昨夜你在大少主院中之时，将尸骨安葬。大少主院中和玄机阁都未察觉。还有何事？我遇到了另一个跟踪的人，此人武功浅薄，但轻功了得。我发现他的踪迹之后，费了些功夫才将他甩开。此人与上次的良医之人是同一人。是你，主人。知道了。主人，大少主那边，走吧。你当真会帮我？我不仅会帮大哥，日后商铺的事情